吾皇万岁！万岁！万岁！平身。谢皇上。起乐。启奏皇上，如今和亲海晏，天下太平，黎民百姓安居乐业，这是江山社稷的鸿福啊！这都仰仗吾皇文韬武略，皇恩浩荡，吾皇英明亘古未有，列祖列宗亦不可比拟。微臣有感于此，赋诗一首，只是才疏学浅，资质简陋。念来：三藩祸乱起云贵，圣才神武到湖湘。七春鏖战凯歌奏，千秋太平传世长。好，赐酒。谢皇上隆恩。启奏皇上，臣也有诗一首，以咏今日之盛世。皇上，臣也有大赋一篇。列位臣工，若要是还有歌功颂德的诗篇，全都呈上来，待朕退朝之后慢慢预览吧。朕今日大宴百官，乃是君臣同乐的好日子。众卿，只管喝酒，来，朕敬在座的列位臣工一杯，以答谢各位在平三藩之乱时所受的辛苦之劳。谢皇上，吾皇万岁！万岁！万岁！吾皇万岁！万岁！万岁！平身吧。谢皇上。启奏皇上，微臣以为，虽说三藩平定在即，但四海一统未成，现在欢庆为时尚早。讲。皇上，现台湾仍被海贼所占据，兵不在多，而在于精。恳请皇上速派精兵重压福建，以平定台湾。启奏皇上，臣以为，三藩平定已使黎民百姓饱受兵戈之灾，国家臣民于今亟待罢兵养息。如果再起战端，必将至苍生与水火。皇上，万万不可！万万不可呀！皇上，臣剿灭海贼、平定台湾的方略，都写在奏折上，请皇上预览。不必呈上来了。那就交付布衣吧。臣遵旨。
刘大人，冯大人，没想到冯侍卫亲临海防啊！延平王在宫中是坐立不安了。不是延平王坐立不安吧？是清廷的施琅让冯大人您坐立不安了吧？刘大人，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清廷平三藩以后，必然要大举兴兵，兴师平台。冯大人，我的意思不如议和呀。为什么要议和呢？自立乾坤才是正道嘛！你我同心戮力，拥戴延平王自立，独据台湾。冯大人此言差矣啊！你忘了清廷有一个施琅吗？他可是海中蛟龙，如果清廷启用了他，我等可不是高枕无忧，而是寝食难安呐。施琅我知道，他已经是赋闲10多年的弃臣了，再度启用，恐怕比登天还难呐。我看未必。兵来将挡，水来土屯，总会有办法的。有什么可怕的？施琅大人征讨海贼的策略，诸位大人都看了吧？下官是一介书生，不懂兵，但海贼盘踞台湾，使我天朝两岸隔离，骨肉相残，实在是不能漠然视之啊。下官以为施琅大人的策略颇有些可取之处。刘大人，你说呢？回首府大人，下官以为兵革是不祥之物，不肯妄动。然也，然也。诸位大人，圣人并非不用兵革，而是不得已而用之。施琅并非一心好战，只是想以整备水师为策略，以战逼和。施大人前番3次征剿，好像都是无功而返吧？也难怪呀，施大人赋闲已久，找点事情做做也是应该，可不应该妄动干戈呀。是啊，一将功成万骨枯啊！诸位大人，你们曲解我施琅了。施琅是想为朝廷分忧，并不是那种贪图逐利的小人。倒是诸位大臣有畏战情绪，贪图安逸，置江山社稷的安危于不顾。施大人，好大的口气呀！说我等文武百官是尸位素餐、苟苟营营、误君误国，唯独赋闲多年的施琅大人是朝廷的栋梁。诸位大人，你们说是不是啊？施大人的奏章，让下官想起一个典故来：伍子胥借吴伐楚啊。血口喷人！在下啊，也许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，施大人得罪了。施琅大人可不是那种心胸狭隘的小人。刘将军一贯神勇啊，怎么如今倒怕了？怕！我刘国轩跟随先王反清复明数十载，大小战役数百回，何曾怕过？我说议和，是为了主公，为了我们台湾。冯大人，冯大人，冯大人，我有密事要向您禀报。刘大人，请稍等，本人有点家事，请。冯大人，刘国轩的人又上路了。是刘国轩所派吗？不清楚，也许是监国。不过，他们都是刘国轩手底下的人，竹林和阿曼。爹死了又派成了女儿，真是不知死的鬼。你马上带人去追杀，再带上给赖塔的礼物。万一追杀失手，你就借用赖塔。哦，小的明白。
这么说，施琅不可用了？正是。施琅此人假公济私，贪功逐利。朕知道了，归安吧。奴才告退。10多年了，你天天都守在这张图上，有谁知道你的心呢？会有人知道的，一定会感动上苍的。10多年来，你苦读圣贤书，天天琢磨气象和海洋，你的心思全用在台湾岛上，头发都快全白了。我没有忘记，我也不敢忘记。10年了，施琅每夜的必修课就是读海洋。海分不尽，百姓遭难。荷兰人对台湾仍然是垂涎欲滴呀。施琅我没有忘记，施琅也不敢忘记当年的耻辱和失败，历历在目。身负的千钧重任，我也铭刻在心。这海洋，它承载着我施琅一生的荣辱恩怨了。也许那年攻打澎湖，不遇到台风就成功了，也就不会给人留下画饼了。老爷，我把人带来了。请进吧。小的给贝勒爷请安。你是从福建来的？回贝勒爷，我是从台湾过来的，是冯大人让我来见大人的。好大的胆子！来人，你这贼人，竟敢闯到贝勒府来了！哎，贝勒爷，您不要生气呀。我的到来非但不会伤害贝勒爷，反而是来保护您的呀。贝勒爷，是。走。假如贝勒爷给冯锡范写的那封信，要是落到朝廷手里，那后果又该怎么样啊？这么说，傍晚的那封信是你送到我府上来的？正是我送的。我们已经探得台湾守将刘国轩派朱林和阿曼到京城来了。好嘞，客官慢走，慢走啊！客官坐。哎，小二啊，准备点吃的。好，好，好，好。
我给冯锡范写信，许他们点儿优惠条件。我这也是为了朝廷着想啊。我怕什么？不过奸细进城，不得不防啊。哎，那就请贝勒爷赶紧搜捕，免得夜长梦多呀。来人，在。参见贝勒爷。封锁所有城门，不许放走一个人。这。撤。这。跟上！都回去！围着！你有没有见过这两个人？哦，没有。站住！都别动！拿下！都别动！别动！别过来！别过来！别动！别动！别动啊！别过来！快走！别过来！别咬我！追！给我追！参见贝勒爷。你说吧，不是外人。回贝勒爷，我们赶到东太河客栈，破了空，两个贼人都跑了。废物！再向九门提督要兵，挨家挨户的给我搜，封锁所有城门。难道他就长了翅膀飞走了？啊！不捉拿归案，你提头来见。这，哎，贝勒爷，哎，贝勒爷，贝勒爷放宽心，京师重地，防卫森严，他们溜不出去的。我倒是疑心，他们会不会去找施琅啊？施琅总是吵吵嚷嚷的要兴师平台，大风刮散了兵船3回还不死心。不过他们找他干什么？贝勒爷，贝勒爷允许自立乾坤的主张，不是施琅最反对的吗？他们把你的信函交给施琅，贝勒爷，这不是找你的对头去了吗？来人，在。参见贝勒爷。告诉九门提督，必要时可以到施琅家去找奸细。走。就是这儿。是啊。哎，来了，老人家您好。哎，二位找谁呀？我们是来找内大臣施大人的。我们有急事要见大人，是从台湾来的。哎呀，实在对不住，我们家老爷不在家。老人家，你听我说，我是陈宫妃的部将，阿曼是陈将军的女儿。陈将军也是你家大人的部下呀。我们真的是有急事来找。那好，
二位稍后，容我今内回禀我家二公子。多谢老人家。老爷，门外有2个从台湾来的人，说是要见您。你跟他们说我去泰山进香去了，一时半会儿回不来。老爷，这样不好吧？万一有什么重要的事呢？你白天黑夜想的都是台湾的事，现在来人了，你怎么就不见呢？你是忘了我现在的处境了。朝廷中现在主和派占着上风，我孤独的在京城待了10几年，没人能理解我。再说，我私见台湾使者会给他们造成口实。他们如果真的有事，可以去见皇上、见福建总督和巡抚。我私见使者，名不正言不顺呢。所虑即是，你曾经也是延平王的部将，他们本来就对你有猜疑。世伦啊，父亲叫我，你到门口去看一下，有2个台湾使者要见我，就说我不在，我怕师祥说不清楚，就说我去了泰山。嗯。二位，这是我们家公子。公子，二位到京里来，到底有什么事吗？啊，我父亲不是不见你们，他替皇上到泰山进香去了，真的不在。太不巧了。这是厦门的一位老者与你父亲相识，特捎来专函问候。等令尊大人从泰山回来时，务请交付。哦，一定转交。二位要不要进屋喝杯茶再走？不了。哦，不了，我们先告辞了。石公子，后会有期吧。后会有期。告辞了。阿曼，这边走。快，跟着！走了。回去。你站住！阿曼，别怕，拿下！把他们给我抓起来！快走！回去！站住！你竟敢放纵侵犯！天子脚下，凭什么随便抓人？你们是不是从台湾来的？台湾？哼，台湾是什么地方？啊？少装糊涂！有话到刑部大堂说去。带走，走，走，快点，快走，走。贝勒爷，讲。贝勒爷神算，果然在宣武门外师傅胡同口抓到了奸细。好啊！不过女的跑了。啊！撒下天罗地网也要把那个女的抓住。那个男奸细招了没有？什么也没招。大刑一上，不怕他不招。搜到一封信没有？除了点干粮银子，什么也没搜到。再仔细搜，万一搜不着，也要问出那封信藏在什么地方，交给什么人了。啊！这，慢，贝勒爷，先不要把人交给刑部和督察院衙门，回头押过来，我亲自来审。这。这封信确实是贝勒赖塔写给台湾侍卫冯锡范的亲笔信呐。这个赖塔，他竟然敢支持台湾自立乾坤。他们说称臣纳贡可以，不称臣纳贡也可以，只要不像从前侵扰沿海就行。这会是皇上和朝廷的意思吗？胆大包天！
他竟敢背着皇上擅自做出这样的许诺，这不就是允许台湾自立乾坤了吗？只要这2个奸细一落网，我们就高枕无忧了。到时候还求大人在朝廷里鼎力直言，快点促成台湾自立的事啊！三藩之乱已快平定，皇上亲政多年了，不见得太顺利呀。台湾的那伙人马真够朝廷头疼的了，他们路上能战，海上更是骁勇，我们谁也不怕，就怕一人。谁？施琅也未见得。想当年，施琅提调福建水师，几次攻打澎湖，还不都是郁大风无功而返的吗？那倒是，那倒是。依你看，海贼台湾方面该怎么好啊？我们也讨厌打仗，最好是议和，这样对老百姓和朝廷不都有好处吗？你们要是真心归顺最好。康熙8年，皇上亲自操持招抚之事，还不都是因为你们捣乱才作罢的吗？哎呀，那是冯大人一时想不通，这次答应不再侵扰沿海就是了嘛。那要看冯锡范的诚意。你们不还占着金门、厦门吗？冯大人连镇国之宝都舍得献出来，这还不够诚意吗？镇国之宝？是啊，是啊。贝勒也是皇族，他不会卖主贪贿吧？至少是糊涂透顶。这确实是贝勒赖塔写给冯锡范的信。赖塔违背了对台的方略，迎合了台湾自立乾坤的愚蠢阴谋。这封信关系着朝廷和皇上的对台方略，关系着台湾的内情，也关系着我们朝廷里一些王公大臣的命运呢。这封书信是朱林从台湾带出来的。朱林不过是陈宫飞的一名参将，在台湾他是看不到这封信的，就是陈宫飞也不一定能看到这封信呢。你说的对，唯一的解释是，委派他们来京城的人，会比朱林的身份更高。会是谁呢？董太妃、延平王、监国、刘国轩。请行家看看，看看这是真的还是假的。嗨，贝勒爷，我有几个脑袋敢跑到这儿来蒙骗您呐？你今天晚上住下了吗？就不用住驿馆了，搬到我府上来住吧。我哪好意思在这儿打搅您呢？我还是到外面去候着吧。再说，我还要到内大臣施琅那里去送一封信呢。要给施琅送信？你们向来水火不容，是不是怕他？想跟他缓和一下关系？贝勒爷，您还不知道吧？这件事在福建早已传得家喻户晓了。什么事啊？施琅的儿子施世宗和他的侄子施明良已经投降我们延平王了。延平王还给施世宗封了个忠义侯。这是真的还是传言呢？我亲眼所见。也许朱林身上肩负着比窃取朝廷情报更重要的使命，这个使命又是什么呢？有2种可能，一是他们拿这个来与贝特赖塔联系，求得朝廷许诺，另立乾坤。不可能。也许朱林是奔我而来，让我把这件事出示出去。也就是说，董太妃还有监国，他们是反对自立乾坤的。快去，要找到这2个送信的人，一定要把这件事情搞清楚。这件事非同小可，记住，不能告诉任何人。好，快去。娘，我走了。要小心呐。把那封信拿给我看看。哎呀，贝勒爷，这个怕不妥吧？不是下官不忠于贝勒爷，一旦拆开了火器封口，这封信我就没法交到施琅手上。这个不必担心，这关系到大臣的名节忠奸。我既然知道了，就不会轻易放过他。至于那个火器封口，我会让人按原样封好，
不会使你为难的。这，贝勒爷，请。竟想与其父联手，再复明朝江山。贝勒爷，您看这信送还是不送？不送，小的讨不到回信，回去就无法交差了。送，当然要送。我说话算话。快！谢谢大婶。不客气，我还要赶路，告辞了。慢走啊。站住！站住！就是他，把他给我抓起来！站住！站住！站住！这些奸细结交的故旧，也只能是20年来投降朝廷的那些台湾的将领们。对呀，施琅就是一内大臣，他就住在这京城里。都是我害了他们，都是我害了他们。要知道是这样，我应该留住他们呀。如此看来，他们是反对台湾另立乾坤的，并且是来给父亲透信的。是这样。从祭坛相议及布告言辞来看，有点冲父亲而来之意。要不然，奸细的故旧指的是谁？连那些议论的人，也都认为是指当年从那边投向朝廷的人。这封信留在我这儿，凶多吉少啊！万一朱琳、阿曼他们招出来，不如交给皇上。交给皇上，我们也猜不透皇上的心思啊！我就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。与海贼私下书信来往，这罪过说大就大，说小非小啊！阿曼这封书信要是留在我这儿，说明我和奸细案有关。我们施家就成了贝勒赖塔监视的奸细窝点了。啊，父亲，这封信千万不能留啊！它将成为赖塔等人诬陷父亲的口实，还增加皇上对父亲的猜疑。它会使父亲陷于这起奸细案的漩涡之中啊！倘若贝勒赖塔知道这封信在，那就更可怕。如果我毁了这封信，就等于我心里有鬼。你有了信不交，不同样有罪吗？不如毁了。一口咬定，从未见过。父亲，这封信断不可留。阿曼可能已经向刑部招供了这封信的所在，刑部告示上阿曼罪行中的结交旧故，也许就是对父亲的影射。父亲，这封书信是万万不可留的。今天黄昏，在午门木榜前，督察院给事中孙慧大人的长公子借机煽风点火，声称后天辰时一刻，午门外刑场一刀下去，将从归降将领中牵出一大群的奸细来。这也许不是孙公子在胡说，而是无意中泄露了一个朝廷已经安排好的阴谋。父亲，这封书信断不可留啊，应当在今晚上交刑部。父亲，两军阵前该是看准敌人要害下手了。可敌人的要害处在哪儿啊？朱琳、阿曼。朱琳、阿曼，不能眼睁睁地看着阿曼去送死。不能让朱琳就这样悄无声息地消失啊！对，只有保住朱琳、阿曼的生命，才能弄清这封信的来龙去脉；只有保住朱琳、阿曼的生命，才能弄清这起奸细案的全部秘密；只有保住朱琳和阿曼的生命，才能洗刷人们对师父的猜疑呀！孩子，二人同心，其利断金呐！你我父子俩的想法不谋而合呀。可是要想救阿曼和朱琳他们，谈何容易啊！3更古已敲过。离后天行刑之期没有多少时辰了，除了皇上，谁能延缓这个行刑的时间呢？你没有这样的权利，我也没有这样的权利。这不是海洋，不是战场，这不是父亲驰骋的场所呀。父亲，我看有一个人能使刑期图后。谁？
康亲王杰叔是皇上的堂兄，是宗室王储中最受皇上信赖的人，在平定三藩之乱中起过重要作用。对了，近2年来受皇上委派，亲赴福建主持朝廷与台湾方面的和谈，只有他说一句话。赖塔是康亲王杰叔所倚重的人物，也许这桩奸心案正是他炮制的，也许这正是他的主意。这么说，父亲只有一条路可以走了，就是夜进大内，叩见皇上。这只能是痴心妄想。大内禁地戒备森严呐，莫说是深夜，就是大白天，一个赋闲在家10几年的内大臣，除了奉旨入宫，恐怕我连午门都进不去呀。虎落平川，龙卧浅滩，四面道路已绝，我们可真的无路可走了。有办法了，有办法了，有办法了！有什么办法，父亲？父亲，不行！父亲，你倒是说呀！这不行，万万使不得，万万使不得，不行！父亲，你怎么了？齿轮在，去替父亲订一口棺材。棺材？对，替父亲订一口棺材，快去，要快！做什么，父亲？不要问了，照父亲的话去做，照父亲的话去做，快去！
恳请皇上速派精兵重压福建。皇上，万万不可，万万不可呀！就怕一人，谁？施琅不可用了。施琅此人假公济私，贪功逐利。施琅并非一心好战，只是想以整备水师为策略，以战逼和。